各位好，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直播啊，当然是内测啊，只有一位家人是观众，但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啊，希望以后能够订阅人数多一些之后呢，尽量跟大家用直播的方式进行一些互动啊，但是呢，不排除如果我觉得直播好玩，就直接把直播当节目去做，啊，不管有人没人，反正记录下来就给大家就是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但也可能不会这么做啊，因为我脑子里面还有一种声音是希望，这个节目的管理更加的规范一些啊。当然这个以后再说了。那么今天呢，继续想跟大家聊的就是 iPhone 的内置 App 啊，我们聊到了该聊地图了，所以今天我们简单的聊一聊 iPhone 内置的地图 App， 也就是这个地图前面没有任何的定语啊，不是某某地图、某某地图啊，就是在 iPhone 上直接叫地图的那款 App， 英文就是 Maps 啊，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的什么什么 Maps、什么什么 Maps 没有。那这就说明是 Apple 地图了。那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秉性啊，还是要跟大家去简单聊一聊，在2007年刚刚发布第一代的 iPhone 的时候 ，iPhone 里就是有地图的。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地图的一些应用场景，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但其实当年演示的那个场景，在发布会上演示的那个场景，直到今天，我相信有绝对数量的 iPhone 用户还不知道会去用它。啊，哪个场景呢？就是在地图上搜一家餐馆，然后搜到了之后呢，地图可以直接显示这个餐馆的一些基本信息，其中就包括这个电话号码，然后直接在这个地图上显示的餐馆的电话号码上按一下，这个电话就打过去了。这个在2007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人，但是我看到了这个场景之后是非常的震惊的，以至于震惊到现在哈，就是但凡能用上这种方式打电话的，我一定尽量用，也就是不用网络搜索引擎，直接如果我要找的是一个地方，我就直接用地图搜了。虽然很多时候它的精准度肯定不如这个搜索引擎嘛，啊，当然了，这也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搜索引擎啊，这个咱们今天就不再过多的讨论了。那在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 Apple 地图，因为我们今天节目主要讲的是 Apple 地图嘛，但那个时候还没有。那可能你会说，哎，那刚刚说了有，现在又说没有啊，到底是什么情况？是这样的啊，在刚刚开始这个07年啊，第一代 iPhone， 它里面是有一个地图的应用，但是呢，那个时候是没有 Apple 地图的，那个时候的地图是跟 Google 合作的。那你如果问我当时在当年的 iPhone 里面，这个 App 的图标下面的文字到底它是叫谷歌地图呢，还是就叫地图呢？这个我记得不太清了啊，我也懒得去查了。但是如果你手头还有比较老的前3代的 iPhone 1、2、3这种啊，你还能够打开，你可以打开看一下，看那个地图到底就是叫地图呢，还是叫谷歌地图？哦，我猜测就是叫地图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软件的这个，我们说软件这个壳子啊，它是 Apple 的工程师去开发的，算法可能也是 Apple 的工程师去开发的，但是里面的地图的数据是谷歌的，是谷歌提供的。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说的是 Apple 地图，但其实你在比如说你在中国大陆境内，你去打开内置的 Apple 地图，你可以很清晰的在应该是左下角吧，反正某一个角落里啊，看到上面写高德地图4个字。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那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是因为每个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同，比如说中国啊，这个我了解的多一点，中国就有一个法规，也不知道是法律，反正就类似于一种规定吧，就是说外资的公司是不可以直接
去测绘地图的，也不可以掌握中国大陆境内的地图数据。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外资的公司，你要想在中国大陆地区运营地图业务的话，你必须和中国本土的公司来进行合作。其实这个很早以前就是这样了，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也能够理解嘛，因为毕竟这个牵扯到一定程度的国家机密。在没有 iPhone 之前，我还记得我刚刚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认路嘛，但我那个时候我刚刚开车那时候已经好一点了，就是有 GPS 这种东西了。那你注意，我说的这个 GPS 可不是现在手机里面的那个导航用的 GPS 哦，我说那个 GPS 是单独的一个带屏幕的小机器，那个上面能显示地图，能做简单的导航，就是有点像现在的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买辆车，现在一般这个车上都是带有这个就是汽车的生产厂商原厂配给你的那个车机的地图，那个就是叫 GPS， 在当年啊，所以我开车的时候已经有 GPS 了。那你比如我更老的那些司机，那个时候连 GPS 都没有，那个时候车上一定要备一个纸质的地图，这个我还有印象，因为在那个年代呢，我只有资格坐车。还不到年龄，还不能开车。等我到年龄能开车了以后，当然我开车也比较晚，我也不是说一到年龄就开车。这个要说起来，大概哪一年？大概已经在2000年不对，2001年、02年，就是2000年初吧，那几年刚进入21世纪那几年吧，大概那个时候就有 GPS 这个东西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做 GPS 就是车载导航民用里面做的最好的就是佳明。现在你也知道佳明也是做的最好，但是现在佳明还是在推出它自己的独立的 GPS， 但是呢用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因为手机毕竟还是来的方便而且精准。不是说佳明不想做的精准，因为手机它能够提供位置信息的这个数据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如果是佳明的话，它一个设备单独做导航，它一般来讲只有 GPS。如果它是高级一点，能插一张手机卡，它可能还会接收手机这个信号塔的这个定位。那对于手机来讲呢，它天然有 GPS， 然后呢，它天然有这个 SIM 卡，它可以接收手机信号塔的定位，然后它还有蓝牙，然后它还能直接的联网。它既然联网，它就有 IP 地址还有等等等等一系列进场的、原厂的各种，你就想吧，就是手机的定位其实它是通过非常多的技术来给你进行定位的，包括 WiFi。现在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你们都没有用过 GPS 导航仪了，你直接上来就是手机了。你可能觉得，哪怕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高楼林立，你在里面穿梭，这个定位也非常的准确。你们应该很少会遇到过，在一条路上明明一条直线走，连个弯都没拐，开着开着，突然你的导航砰跳到隔壁那条路去了，没有吧？但是这种情况在我当年用 GPS 的时候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因为高楼林立，它的卫星信号就会被阻挡，它就不像你比如说跑一个这个省际的高速，在那个时候旷野荒郊那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但是越大的城市楼房越高，它就会经常这样跳信号。对于新手司机路又不熟，这种情况是非常吓人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只有 GPS 信号，它没有办法去借助别的。但是现在手机你看为什么从来不跳？它除了 GPS 以外，它还可以借助这个 WiFi 信号。你说我没连 WiFi 是你没有连 WiFi， 但是你只要 WiFi 的功能开着，它就会通过城市提供的这些所谓的公共 WiFi 去判断你现在的位置到底是怎么样的。当然，如果你的这个手机有信号可以通过手机信号塔，包括3G、4G、5G 都可以进行辅助定位。所以这些辅助的定位多了，它各个方面的数据汇总起来，再通过一个运算帮你推断出你的具体位置到底是多少。这个精准度其实是比单纯的 GPS 导航仪要高很多很多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 iPhone
一旦把 WiFi 关掉，我记得它还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提示，就是你打开 WiFi 以提高定位的准确性。那为什么打开 WiFi 能提高定位的准确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现在 iPhone 你即便在室内啊，有些时候如果你有这个网络的话，你即便在地下停车场，你都能定位。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包括很多时候，大家去这种大城市的一些比较高档的商场，它是有这个室内定位的啊，就像类似于像 iBeacon 这样的一些包括进场蓝牙定位的这种系统，就有点像现在 Apple 最近推出的这个那个 AirTag 啊，就那个防丢的那个东西，进场通信。当然，现在不光是 AirTag， 如果你iPhone、Apple Watch 都是最新的，你就是找个手表，手表找个手机，你也有这个就是它不仅仅是让手表、手机滴滴叫一下，它有个箭头指着你，你手机或者手表在哪个方向，你顺着走过去，它实时显示数据还有几米，还有几米，还有几米，啊，这个都是叫进场定位、进场通讯，所以这些东西加起来，它是要比那个 GPS 要精确很多的。那说回到当年的 GPS。佳明是外资啊，那个时候它运行的地图就不是佳明地图，而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一家公司合作，好像叫什么立方啊、四维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我记得当年每年这个地图升级一次，每次你要想升级这个地图，你还要去花大概100-200块钱吧，去买一个新的地图包，然后你下载到 SD 卡里面，再把它塞到导航仪里面，那个导航仪才有这个新的地图数据啊。当年都是这么玩的，所以你看，其实由于各种法律法规的限制，很多我们让你看到地图的这个窗口和实际上的这个地图数据，它不是一家公司啊。这个可能在国外少一点。这当然我也不太确定了，就是也可能有一些国家还有，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到底说什么是 Apple 地图就不那么好定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是2007年当年，其实用的是 Google 的数据啊，地图数据，但是它名字还叫 Apple 地图，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2007年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境内，你是可以直接使用 Google 地图的啊，谷歌地图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也用过的。当年如果你用过第1代、第2代或者第3代的 iPhone 的话啊，那个时候，你们应该记得那个地图都是能打开的，而且打开就是谷歌地图。但是后来中国大陆对 Google 的进一步封锁，那 Google 的所有服务基本上在中国大陆都用不了了，那谷歌地图也用不了了。现在好像在中国大陆能用的只剩一个谷歌翻译，谷歌翻译好像都不行。啊，就是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居民，你经常会有出国的需求，你就会知道，你出国之前一定要把谷歌地图、谷歌翻译都先下载好，或者是哪怕你出去之后到机场去下载一下，因为你在国内不能用。像中国大陆用的那些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这种地图，你一旦出了国就不能用，因为他们只有中国大陆的数据。所以说，如果你要去拼这个谁的地图数据最全，那肯定是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生活的话啊，那肯定是中国大陆本土的地图数据最全的。什么叫地图数据全呢？就比如说你地图干嘛？你找东西嘛，找地方嘛。你搜一个餐厅啊，这个餐厅特别小，苍蝇馆子啊，那你如果用谷歌地图或者用 Apple 地图，你可能搜不到，但是你用高德百度就能搜到。这个就叫地图的数据全。它一般跟这种导航的线路，你从这条路走还是跟这条路走，没有太大的关系。重点是数据全，然后它提供更多的本土化的服务。比如说现在高德，应该百度也可以，因为我在国内经常是用的高德，我没有用过百度哈。高德就提供这个红绿灯的倒计时，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在你用高德地图导航的时候，你前面是个红灯，然后你停在那等红灯，你的高德地图上就知道你在等红灯，并且直接在地图上给你显示这个红灯的倒数多少秒。也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哪怕前面有个大公交车或者大卡车挡着了，让你看不到红绿灯，你在你高德地图上都能看到。你说你这多厉害啊！所以这方面本土化是比不了的，地图数据方面是比不了的啊。但是呢，如果你是用 iPhone，
那么我是不是在中国大陆生活，我就不需要用 Apple 内置地图了呢？我觉得也不尽然。我是从大概3年前，3年到5年前吧，具体我记不清了啊，就基本上在中国大陆境内啊，我也只用 Apple 的内置地图了。虽然它的地图数据是引用高德的，当然可能也不会那么新了，高德也不会把最新的数据直接就给到 Apple 去用，但是呢，它的算法是来自 Apple 的。比如说你要搜索一个什么什么地方，那这个数据是来自高德的。但你如果说我现在要导航了，我要从我这儿到那个地方去，我到底走哪条路呢？哎，这个算法就是来自于 Apple 自己的了。那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其中的优势之一。当然，我不是说高德的算法就不准或者不好啊，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用 Apple 地图进行运算的时候，你往往会有一些奇怪的路会被你发现。就你如果2个地图都用的话，你能够明显感受到这2个地图它的推荐的线路是不一样的。那我就是用这个Apple 的内置地图发现了好多新的走法，即便是我天天从家里到公司这个路线啊，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但这个没有什么实际的优势嘛，只是觉得好玩。但我觉得我为什么最终会近2-3年就换回 Apple 地图而不用高德百度呢？我用高德地图在国内现在只用来打车，那我就不拿它来导航或者搜索地点了。原因是因为隐私方面的考量。你用高德地图时间长，你肯定会知道的，就是比如说1年给你来一个，今年你都点亮了几座城市啊，就类似于这种。但也就是说，其实你如果每天上下班只要开车都用高德地图，然后你去旅游景点吃喝玩乐你都用高德地图，其实你的数据信息跟位置信息是完全暴露在这个高德地图的数据库里面的。那高德是个中国公司，所以如果你暴露在一个中国本土公司下面，我不是说对中国本土公司的这个数据隐私保护不信任啊，当然也有那么点不信任了，这个不光是对中国，对国外其他的公司也不太信任。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你懂的那个，对吧？就是我就后来我就不想用了。我不是说我会去什么奇怪的地方啊，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地方，反而都没有。但是只是这样的一种担心让我不爽啊！我不希望有这种担心，我想更加的放任的、更放心大胆的去用一款 App， 去使用一个服务所以其实用 Apple 地图这一点是很放心的。你用 Apple 地图，其实它就根本不会跟你的，你会发现，你用 Apple 地图是不需要注册的，你们发现了吗？就是你哪怕一个新的 iPhone， 你不登录 Apple ID， 你也直接可以用。当然了，每一个手机都有用户的身份识别码，这又是另一回事。高德地图不注册你也可以用，但是它也有一个每一台手机它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识别码，它也知道你的数据是谁，它会跟用户关联。但是 Apple 地图是不会跟用户关联的。就比如说你搜一个地方，地图只是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哪儿，它不会在服务器上去记录是哪个用户想要搜这个地方。那如果没有跟用户数据关联，那其实呢，对于 Apple 的服务器来说，你今天去了3个地方，你的邻居今天去了2个地方，那对于 Apple 的服务器来说，它给你们2个服务，它就知道，它只是搜索了5个地方，有人搜索了5个地方，你说这5个地方分别都是谁搜索的呢？ Apple 的服务器不知道。它不会上传这些信息，包括就是路径信息，最后我选择的哪一条路，这些其实都不会上传到 Apple 的服务器。你也不会看到 Apple 地图到年终给你推荐一个什么，你也不会看到 Apple 地图给你说，哎，你都点亮了哪里，是吧？那反而当我需要一个功能去记录我曾经都去过哪些城市、哪些国家，如果我真的需要这个功能，我用的是什么？我用的不是地图，而是用的相机。只要我到那个地方拍一张照片就好了，那当我想去看的时候，
我怎么看呢？哎，在照片 App 里面点击地点分类，你就会看到里面有一个世界地图，凡是你拍过照片的那个地方，就都会被你的照片点亮。那我觉得这更是一个不但有趣好玩、人性化，而且对隐私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我们不管用照片也好，还是用相机也好，还是用 Apple 地图也好，我们都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放心大胆的去用。哎，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其他的一些地图 App 最终转换到 Apple 地图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为了这个宁可舍弃一些红绿灯的倒计时秒数，对吧？因为大家开过车就知道了，就这个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这个倒车可视影像啊。你真的是老司机，其实你倒车有没有影像，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包括倒车雷达呀，等等等等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这个是关于 Apple 地图我想聊的一些比较根本的内容吧。当然，地图有一些新功能，比如说公交车的到站时间啊，我附近的公交站，还有我非常喜欢的指南，还有还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是真正的一个通行全球的地图。你不要说什么flyover 这些功能在哪里有哪里没有，中国没有街景，这对，但是这个 app 它是全球通行的，它可能在每个国家它的一些细节的功能开放的数量不一样，但是你这款 app 是可以走遍全球的。你不会说到了一个国家发现地图 app 不能用啊，起码我知道的国家还没有啊，也不排除全球这么多国家啊。但是反正我们经常去的那些你听说过的国家，应该都问题不大啊。这也是我一直喜欢用 Apple 地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那今天地图跟大家聊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下期再见。